不进去。所以师父在教这个默照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讲，等到他们讲的时候呢，一问用什么方法，动不动就讲默照，他们以为说师父教默照，他就是学默照嘛。可是问他怎么用，他讲不清楚。师父都讲得很清楚，他连把师父讲过的东西再重复一遍，他都讲不清楚。他们也讲说他们在默照，然后有些还自己认为，甚至跟你说我已经同意了，身心同意。你问他怎么同意，他也讲不清楚。那不清楚的状态里面，他竟然会用方法；不清楚的状态，他竟然也同意了。那这些都是什么呢？就想象，就你自己在意识里面想象，师父这样子讲，有些甚至把师父讲过的东西重复背1、2遍，然后他就认为他就是跟师父讲的东西一样的。那我们这种情况呢，在有一些传统的禅法里面也是这样，有些人动不动就初禅以上，初禅很容易，初禅怎么容易呢？初禅有5支觉观喜乐一心，这5支你有吗？有我有微微的这个觉观的觉观就是思维的作用，比较细的、比较粗的叫觉，比较细的叫观觉观，这个是传统这个所谓论点的用词，就是很微细的一些思维的作用。然后有喜吗？有喜，有乐吗？身体做得不错，还挺安的，蛮乐的。然后再下来呢，有一心吗？好像有哦，那我就出禅了嘛。论点就这么写啊，老师也是这么讲啊，那你就是了，那是你想象啊。然后想多几次以后呢，越想越像，越想越像，所以叫做想象哦，那就常常认为自己就在那个状态里面。那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同学跟同学之间就相互印证。你说我刚才做的时候有这种情况，这种感觉什么什么，对，那个应该是2禅的，因为你的觉观好像是没有了，那就大家互相这样子开心的印证这样，然后这些情况呢都有。然后他们有些，我们在我们的禅修课程里面比较没有这么子讲，所以呢也没有大家互相印证，但是就自己印证，自己就在那边猜。那么甚至我都遇到过学生帮师父小禅的时候，那学生来说，他说他用默照，他也知道觉得自己是身心统一了，然后他怎么去印证呢？他说我就觉得自己是身心统一了，那我又再想说不知道有没有身心同意，所以我就出来一下看一看有没有身心同意，我又再进去。到底这个身心同意是什么？就是一个房间，你看看有没有在房间，然后再走出去看看，再进来，你叫做身心同意。我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形容的方式呢？所以你看这种想象，所以为什么讲来讲去听来听去都很简单。可是呢，为什么怎么用功就是进不去？就是我们大部分呢都是这个条件，基础的部分呢，用功都用不上去。那有些学了几次课程以后呢，就允许你参加这个所谓禅师嘛，因为让你听的是师父讲的那个方法。其实师父有讲方法，可是你怎么听就听不进去。为什么呢？你没有这个条件。一方面有些人呢，有些同学呢是理方面也没通的。你不要以为默照呢，就是说每个人讲默照都是身心统一，默照哪里是身心统一呢？身心统一默照，所有的方法都是默照，所有的方法都身心统一的，你都要到这个状态的。你用什么方法进都可以。默照是没有方法的方法嘛？没有方法的方法就是任何一个方法都可以做方法嘛？那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你在用功的时候，这个专注和觉照的作用。那你用什么方法来用？你用什么所缘的境？用身根作为所缘境，还是用鼻根，还是用耳根在做所缘境？那个你要清楚啊！讲的时候你都听不进去，为什么？你的心都不够细嘛，所以你都听不到这样的一些
一些状态，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教学啊，所以你就自己在那边凭空想象，想象自己怎么样又怎么样。师父讲的东西，我就把一些句子背起来，有几个句子，莫照明啊，或者是弘之正觉的那些那个主作里面讲的几句话啊，像我把它背起来，那么就当自己已经在修什么莫照啊，那有些什么修什么话头啊，那么拿一个公案啊，或者是一个话头在那边啊，就不断的在那边问啊参啊，它就叫做用功。可是呢，这个身心那么粗的状态，然后身心绷得那么紧的状态，你在参什么话头呢？你参话头的时候，那个话头有用吗？话头跟你的妄念搅成一团，搅成一团以后，你要去制造那个妄念制造那个疑情，所有的疑情都是妄念搅出来的。然后呢，搅出来的妄念呢，变成像猜谜语，然后呢，有答案跑出来，动不动有一个句子比较好的跑出来，就把它抓成是答案了。那么那种状态呢，你一天要悟好几回那个我们的大会中高说，一个晚上让好几个人开悟，你是一个晚上悟了好几回，为什么？一面做一面答案都跑出来，都不悟了嘛？那个悟就悟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些情况呢，在我们说在禅堂里面呢，就变得很普遍。现在好像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在运作。那他们说，六祖就是这么讲的，他的方法就这么简单啊，然后他的理论也这么简单啊，还要讲那么多吗？可是你不知道说这么简单的东西，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那我们也提到对比这个达摩祖师，为什么达摩祖师他做不到呢？他还是初祖哦，我们六祖哦，我们每次讲是初的一定是最厉害的嘛，那我们没有办法比较说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功力谁比较深厚，但是呢，达摩祖师为什么都做不到？因为他那个时代没有这个条件啊。你看他遇到这个梁武帝的时候，梁武帝跟他讲的都是功德嘛，讲到最后呢，两个人脸色都变了，就只是我们讲过，达摩祖师知道梁武帝脸色变，梁武帝就看不到达摩祖师脸色变这样，对，然后大家就分手了就永远不再见了达摩祖师只好到这个少林寺那边去面壁了，他也不弘法了，他也知道说看一看都不具备这个条件嘛，就把法传下来就好。那么六祖的时候呢，所有的条件就具备了，这么多年来，全部的条件呢就不断的在酝酿，所以他讲出这么简单的东西呢，就是中国佛教几百年凝聚的那个精华就是已经完成了我们中国佛教的这个系统汉传佛教的这个体系都完成了，不管是教学和这个直观的法门都完成了，然后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面提出来。我们一定要先去这样子去理解，所以我们读这个《坛经》的时候呢，我们才真正读得懂六祖讲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如果你们在读的时候呢，没有具备那些条件来读，当然昨天也念过几个句子给大家听，很简单的。人家讲说中国文学里面有很多白话文嘛，白话文学这个是其中的一部。人家讲白话文学的时候，可以拿《坛经》出来讲，你一念真的是像白话文一样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读不进去的那种文言文那为什么你读了笼笼统统的一个观念，但是呢，就是当然你也可以拿那个句子出来讲，那感觉很笼统，就是你进不去这么简单，为什么你进不去？这个理论你就没办法用这个作为你整个禅师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你发现说太简单了。那么这个简单呢，好像我怎么用功都没有办法去体会，就是因为前面的基础你没有建好。
那他讲方法的时候，简单到什么程度呢？简单到其实就是“莫造”2个字而已。他坐禅是什么呢？坐禅就是对外境的时候呢，你不被干扰，然后坐，这就是这个意思。禅是什么意思呢？禅就是内如如不动，然后依正如而不动。其实这个是什么？默和照嘛，就定和慧嘛。方法这么简单，我们在用吗？你说我也在默照，你在默照的时候，你心想什么？你在默照的时候呢，你的心清楚不清楚？默照全身的那种触觉，有些地方有一些地方不清楚，等下跑这边，等下跑那边，那叫默照嘛？那是不默不照的。可是他在想象中就默照了，那是想象中的默照。那我们在觉照全身的时候，是身根的触觉，你用意识来想象，那就不是在用功了，你不是在用心，是在用意识。心是一个整体的作用嘛，6根全部都是全部统合起来一个整体的作用叫心。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一个整体的运作，因为我们的心都被分散了。那分散的话呢，你等一下又在意识里面，意识是比较内在的，前5根是对外，然后意识是内在的，整体的运作才叫做心。可是我们现在发现到说，我们的这个念头在动的时候，那是意识在动，不是我们的心。它也不是完全不是，但是它是心的一部分的作用。你就把那个部分的作用当作是一个整体的作用，那就不是默照了。默照一定是一个整体，它不会是局部的。那师父也知道说这个方法不容易用，就用我们的身根做触觉。你不能够说全部5根6根一起用，那做不到嘛，因为我们现在5根6根都分散了，所以怎么办呢？就把心放在你的身根，所以心和身要统一。用身作为所缘的境，让你的心一个整体的作用都在身根上面，然后所有其他的作用呢都暂时不起，然后就只有身根的触觉。那么这个才是默照啊！在这样的一种照的状况之下呢，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它是平等的，它是平衡的，所以心就不会动摇，那叫默照。可是你有没有到这个程度呢？没有，你就在那边想象。所以这些情况呢，都是蛮普遍的。那所以我们就要理解到说，为什么《六祖坛经》这么简单的一卷，它却成为禅宗这么重要的思想就是因为这么深厚的基础。然后这些来跟六祖学禅修的人、学禅的人，很多都是那些条件都具备的所以六祖可以用这么简单的语言，虽然它里面讲到很多在家居士，也很多出家人学，那最多的时候甚至都上千好几千的，可是呢，他没有讲他们都有悟境有身边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弟子里面有提到10个弟子，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说，传承这个禅法的是不在坛经里面讲的那几个重要的弟子传承。然后那些在家居士，还有一些县官什么之类的，请六祖说法的，他们的角色是什么呢？他们的角色只是护持，然后让六祖来在这个讲坛上讲经，讲一部坛经而已。然后这些人也没有提到说他们有什么体会也没有谈到他们怎么禅修真正可以传法的就是那几个就表示说，即使六祖呢，他在这个基础上面讲，能够听得懂他所说的法的，其实也不见得多像佛陀呢，在说法的时候呢，证到阿罗汉果的人我们知道是蛮多的，可是跟当时佛陀传法的时候所接触的那些弟子，或者是那些跟佛陀学习的那些弟子来说呢，他数量还是不多的后来这个证到阿罗汉果位的弟子呢，这些圣者呢就越来越少就是那个条件呢，
它开始凝聚，然后凝聚过后呢，一段时间，我们知道诸行无常嘛，它总是会有很多条件慢慢就离散了诸法因缘生，因缘灭，因缘灭了，条件不具足了，那你要达到这个效果，就不见得会具足嘛。那所以这些情况呢，我们都要去理解它。那这样子我们来读的时候呢，就比较能够读到坛经它里面的主要的这个思想。那我当时呢也没有一句一句的讲，那么之前也谈到了，主要是因为这个坛经呢，应该不是一次讲完了笔录下来的资料应该是经过好几次的，所以有一些思想呢，它是分布在不同的这个范围、不同的这个篇章里面。那所以我再把它稍微整理一下，但是这个整理呢，只是自己本身做参考，可能可以给一些听课的人参考，但是我都没有印出来让自己参考吧。我们提到这个校订本，就应顺导师的这个校订本，他真的是下了很足的这个功夫去做这个校订，所以他也把它编出这个章和节，一章一章的分，然后还有一节一节这种做法呢，我们可以从别的教派的这个别的宗教的这个经典看到比如说这个所谓的圣经或者是可兰经，他们也是一章然后一节，然后里面再分很多段，像一节一节这样。那么这个坛经他们现在也用这个方法，以前它是一整篇的这个文章那整篇文章有时候呢，他们自己有分章节，或者是分篇章一篇一篇这样来分。那么这个手抄本呢就没有那应老呢就把它分了先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上边，一个是下边。那么下边呢是属于附录的，那下边呢都是讲跟弟子之间的这个互动或者是一些教学。那上边呢其实有两个部分，两个组成的部分，一个部分呢是讲自己本身的一些生平，那么讲这个缘起，等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这样的一个因缘。然后佛在哪里过后呢，佛还先讲自己开悟的过程这个六祖他先讲自己的这个经历然后这个是用了2章2章，然后有再分很多节节跟章的分别呢，在这个里面呢他有提到。那么下来呢，第3章开始，然后到好像是10几章14章吧，13还是14章16章，那么就有不止17章那么就有不同的在每一章里面再分几节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分法呢，就是其实是我们说分段把那个段落分起来，那我们比较容易读。但是呢，不是说每一章都是同一个思想，或者是每一章都是相同的主题，不一定它一章里面可能有好几个主题，然后甚至第1章某一个主题呢，可能在另外一章也会看到，所以我们想说，可能它是有好几次的讲座然后把它再编起来，或者是把他讲过好几次的这个笔记呢再整理一下的所以我就把它开始，我只是从第3章开始来讲上边的第3章讲到17章，因为这个部分的内容全部都是属于坛经，或者是坛经的思想跟内容全部都在这里。那么第1章、第2章是他的生平。那我从第3章到17章，我就分了10个主题10个内容，10段的内容然后分了以后呢，后来我就用这个部分来
来跟这个学生讲课，就是这个是在法鼓山禅堂打这个禅21的时候编下来的。那么后来呢，我再把2段分上去，就是上边第1章、第2章就是六祖本身的这个生平的部分我在编了，然后第12章我再加多1章，在12章那边多加2章，第1章跟第12章。那第12章我就把下边放进去所以第1章呢就禅的祖师，因为就是讲六祖咯他的生平，然后第12章呢禅的传承，就是他传承弟子的。那么间中原本是第1章到第10章，我现在变成第2章到第11章那么我就把它分成这10段，那就有禅的思想、禅的境界、禅的方法、禅的法门、禅的皈依、禅的宏愿、禅的般若，还有呢禅的功德、禅的西方，还有禅的寄送。那禅的西方呢，是因为里面有一段文字，功德就是我们的这个梁武帝问有没有功德那禅的功德是什么呢？六祖就解释了。还有禅的西方，